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MG 出品的这一款蛇鸟勇士了。哇，这个东西真的挺厉害的。现在嘛，虽然说还是一个样板件阶段的东西，但是完成度其实已经很高了。盒子的外包装还没有。我们先来看一下鸟的形态吧。翼龙啊，身上的这种鳞片的刻画质感非常的棒，摸起来的这种手感，一片一片刻出来的这种感觉。不是那种涂装能给的效果，这个脑袋涂的其实还是挺有趣的，还原度还可以吧，但是眼神看起来睿智无比。嘴巴可以打开，但舌头的根部这里明显有一个独立出来的零件边缘，稍微有一点点出戏。头部这个地方可动的关节倒是挺多，但可惜翅膀的部位因为变形所需，它只能在翅膀尖的前几段这里进行折叠，后边根部这里是被锁死的。底盘来什么玩意儿？底盘肚子来看的话，其实这一块的包裹也还可以啊，零件数看起来非常的多，但基本上看不出来人形什么的状态啊。虽然身上有很多的零件分布，就是这种拼合的线会非常的多，但这一块的变形是真的厉害，基本上可以形容为完全变形，每个零件都在变，而且在伪装形态下，唯一能看到的可能也只有这个手指头的位置了吧。爪子尖尖的，造型刻画也很好。蛇鸟勇士在我个人的理解中，真的如果想要达到 CG 里边的那种两个形态的完美还原，特别的难。现在官方虽然说王国系列已经做出来了，但那个实物的素质大家也都见识到了，可想而知的一个效果。但这一回第三方来做，不计成本的分件之后，哇，这个效果其实真的很好。除了可动被局限到了其他的位置来看的话，鸟的形态已经非常的还原了，而且身体薄薄的。配件的内容有一个支架，翻过来支架里边收纳着2张替换脸，2把武器，额外还有2个肩炮。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首先第一步，拨松左右这2处的卡扣，然后把中间的这一块翻下来，这个边缘折180度放进去。脖子下方这块银色的零件，拆开这左右的8字卡扣，顶着这一边往起翘一下，拖出，脑袋往起翻折，放在这里，把这里夹起来一下，然后从后背这里拆开这一块的装甲，全部都腾开位置。接着前方的三角区域，在这里有2个隐藏的暗扣，把这里拨松。翅膀尖前爪子的部位，下方这里有多段的连接卡槽，把这里都拆松掉。好，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根据膝盖的2段齿轮关节往外拉出了。这2片我们也可以先腾开位置，可以看到2条腿挂在了半个翅膀的边缘。这个设计想法很大胆，处理的效果也很厉害。顺势我们就直接把2条腿做出来吧。腿肚子这里边卡住，膝盖的位置也卡住，然后前方的这一片180度藏起来，中间这里的2个零件左右打开，有连接的卡槽，翻过来夹在2只脚的2侧，脚踝立起来。一条腿我们先变到这里，另外的一边小腿的变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给它收起来。它整个把腿做成了翅膀，这个想法非常的大胆。接着我们拆开红色装甲下方这里的卡扣，这地方插得很紧啊，拆开以后左右旋转让出来，这个大大的封装，然后把这2片小三角区域，也是它的裙甲立起来，然后胳膊往出翻折，让一下，把这个关节让出来，小翅膀放好，尖头的零件打开，180度球形关节归位卡上去，爪子指头先叠好，然后把它90度折过来，手顺着这个关节把它摊平，
再根据手腕的部分旋转180度，拧到这一侧来，把龙爪子藏到小臂里。这一块翻过来，把这个小翅膀搁好，螺丝孔都朝向一个面，这是后方，变形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另外的一边也是拉开，然后肩胛扣开，旋转180，卡上去，指头放下来，打横90度，手让过来卡住，手腕旋转180，大拇指朝里贴合，然后整个的跟这个二头肌的部分再旋转180，让螺丝孔都朝向一面。好了，两个胳膊我们现在就变形完成。接着下方这里有一个小的零件，把它放平掉。好，腿部拉开，根部的齿轮关节，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往出整个的掏出来。中间这根大大的连杆都是合金的零件，大合金块还是挺结实的。然后注意下方这个零件是有一个滑道的，往上推它，钻裆。哇，最近玩的这些设计里边钻裆的都比较多啊。这边的卡扣夹住，裙甲两个角放开，接着这两片贴上来，同时旋转90度，卡扣扣上。它脑袋藏在里边是这样的，后脑勺这片装甲必须要打开。变成人形的时候呢，先把头立起来，后脑勺归位，然后旋转180度，再往过钻这个窟窿，就会好钻一些。整体的钻出来，卡扣就直接扣在这里吧。这回脑袋再拧到这里归位，然后就开始折叠这些翅膀。翅膀注意一个转的顺序，首先把这一面带有涂装刻画的肯定是外侧了，我们先旋转180度放到这面来，然后把这个双段关节先往里折，注意这里有边缘的窝，卡过去，然后再往里折叠这个尖儿，翅膀尖折进去以后，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空槽，再放下来的时候刚刚好把翅膀尖定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变形到位了。然后调整齐了，我们把它放进来，全部的叠起来，塞到了肚子里边，变成肋部。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设计。接着后边的这一片边缘，我们再把它折叠过来。另外一边的翅膀再进行一次这样的旋转，露出来里边的电路管，然后再折叠，小翅膀尖跟这样窝进去，卡到这个凹槽的缝隙里，把它定位，接着整个的折下来，后边的这一块往前叠。那么大的两个翅膀，最后夹好了以后，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空间。但是变到人形的关节下，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首先就是这个转盘必须转平了，这里稍微折一点角度的话，最后是无法密合的。检查一下这块有没有转平。其次就是根部这一节带有银色边缘的双关节啊，往上提一下，一定要推到底。我们可以注意看到这个转轴的上方有这么一个凹进去的槽，要把这一块整个提上去，凹槽这里对住缝隙，这个胸才能变到位。也就是当你这一片零件前胸甲90度翻折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腰身完全的拼合起来。这个流线型的过渡特别的漂亮。下方这里的卡扣进行连接，和中间的合金杆子插在一起。好了，这一回你蛇鸟勇士的腰部变完了，才能完美的密合起来，而且里边夹成的是一个三角形。
侧面这里的这些管路刻画也是非常还原于动画片里的样子，包括这个修身的这感觉啊，倒三角的体型，细细的腰部这一块的曲线过渡，太厉害了！这个想法里外面的运用算是让这个设计师玩明白了。最后的背包我们放下来，盖子盖上，鸟头直接折上来，堆叠卡住，肩膀再归位，小翅膀的造型立起来，肩炮给它插好，也算是当时蛇鸟的一个标志性的武器了。两把枪的造型也是比较还原于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啊，可以按个人的喜好随便拿吧。变成人形的话，基本上是和鸟的形态共用的那个支架孔啊，也是可以把支架插上来的。可以说呀，变形的这个过程整体来说，就一个字儿，绝了。这个设计师的脑洞是真的厉害，他可以把蛇鸟的这两个形态完全的兼顾下来。很可惜的就是他舍弃掉了翼龙形态的这么一些可动性，起码在外观上保证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在人形的状态下再来看，身上几乎又看不到身上一些翼龙的部件了。小小的翅膀的这个造型吧，真的是还原动画片里边把那两个大翅膀一言不合缩小化了以后的效果。鸟头背在后边也是和动画片里边非常相似的，包括屁股这一块的三角区域变成了胸口的位置，这也是符合当时动画片里边的一个造型元素。其实来说，对于 BW 的玩具里边最诡异的变形逻辑就是蛇鸟勇士和恐龙勇士了。恐龙勇士我觉得 MP 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 MP 碍于成本限制，它做的并不完美，后半个等于就没包上，屁股那里露着的太多了。但这款蛇鸟包裹下来以后觉得会好很多啊。确实就像开头所说啊，这款设计是一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感觉，很厉害。而且其实刚才看这个变身过程一点都不复杂，它很有逻辑感，变形步骤也没有多夸张，好像看起来零件分布的很多，但实际呢，只是因为折叠翅膀的关节比较多，折叠完成后整个堆在了肚子里边，把这块空间的利用率做得非常之高。但身上毛病有吗？当然这张脸就是大家吐槽最多的地方了。首先它涂的不好看啊，其实问题出在哪？我觉得就出在这个红色的边缘上了，因为这个脸部是整个一个件铸出来的，外边这一圈红边啊，它里边还是白色的。如果说把这个白色的内边这里能涂一下，或者说直接分个件，把外边红色这个零件和脸颊这里做一个区分，直接用红色的件铸出来的话，这个脸可能就好看一些了。包括它两张替换面雕，其实替换上了以后也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身上的可动性可以说很好了，头部这里活动范围很大，肩部齿轮关节360度平举，当然你卸开了这个肩胛以后也没什么压力可以举平啊，稍微的挪一点点空间。二头肌根部左右可以旋转，但注意后边的小翅膀造型键。胳膊肘双段关节可以举到很高，手腕这里左右有旋转，这里也可以旋转，四指打开，但是不好的地方又出现了，它的大拇指只有根部一段的折动轴，而且并不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这个大拇指无法像正常的我们人形折到前方去，它只能这样的打开。腰部左右活动完全没有问题，弯腰的幅度吧，其实是有一点点，它中间那个合金杆子的轴是可以稍微的动一点的。前裙甲撩开，前踢可以踢到一个挺大的幅度，后踢也完全不会影响。侧踢这里注意一下边缘的这个造型零件，把它插到腰里边去就可以踢平了。这些地方都是齿轮关节，还很清脆。大腿根部变形需要左右有旋转，膝盖是双关节的齿轮，但是那是在变形状态下的，在人形的时候可动只有这一节关节在用，下边这一节是锁死的，但是它踢腿幅度也可以达到120度左右。脚踝左右有一定幅度的接地，前后这里也有一定的变形需要的活动空间。
尺寸方面也是可以达到了一个配 MP 的身高。可以说这次的蛇鸟勇士绝对是一款让 BW 玩家狂喜的作品。这么多年了，想要一个完美还原的蛇鸟勇士真的太难了，本身它的逻辑来说太玄学了。虽然说目前来看这款蛇鸟在美型上面还是有一些欠缺的，但好在面雕能更换，而且现在并不是大货的最终版本，看能不能在最后把这个脸部的问题解决一下，那这款蛇鸟就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了。BW 玩家等了这么多年了，也确实该为自己所爱的东西完成这么一款怨念了，太牛逼了！非常佩服这个设计师的脑洞，也确实他做出来一个最优的解。变形的过程看似步骤比较多，实则非常有逻辑，好东西。那么多，这款 MG 的蛇鸟勇士大概就到这里了。